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陈婉慧委员、尹乃菁小姐、柯志恩委员、翁小玲委员、叶庆元律师。好，贺锦丽挑选了这个明尼苏达州的州长叫 Watts 啊，作为副手，好像大家很意外，怎么这样呢？哦，不是应该挑个摇摆州的什么州长或议员嘛？等等哈，会挑他哦，挑他。你跟他年纪差不多啊，打亲民牌啊。那所以因为这个人呢，当过高中老师啊，然后当过这个服过兵役哦，甚至呢是第一批被美国选到中国核准到中国去当老师的人，说中文讲得非常流利了啊。那另外呢，这个现在已经正式宣布他啊，所以他们正副总统正式搭档出来了啊，已经站出来了，看没啊？已经站出来了。那另外呢，这个他们就立刻去像募款哈 ，Harris Watts 啊 ，Harris 字很大 ，Watts 字很小哈。然后呢，宣布一天吸了2000万美金啊，吸了2000万美金。那另外呢，这个其实美国副总统也只是总统有事去备位接而已了，平常也很少他有什么特别好的表现，总统在做决定啊。那川普骂这个 Watts 是左翼极端分子，是美国人的噩梦，就是共和党一向的招哦，包括川普招，就把民主党打成一个左翼分子哦，一个自由派的人哦。你在台湾听到自由派，觉得好像不错哦，保守，谁要选一个保守人？那美国、英国不是这样子的哦，保守也是一种价值。他们甚至把那个什么麻州啦，像以前杜卡克时期，把它打成那种自由派分子，全球很惨呐、只要被打成自由派，都很惨的啊。美国并没那么喜欢自由派的啊，所以美国自由派要往中间靠。如果被打成极左极左的自由派，那跟共产党差不多嘛，所以老美不会支持的，他就要把它打成左翼极端分子。说贺锦丽是加州出来的，他们现在想把这个全美国搞成像加州一样。犯罪那么高啦然后吸毒的那么多啦然后大家那个言行啊，就像个这个嬉皮一样，左派的人啊等等所以呢，他们说呢，他们是要把这个美国加州化一心只想大幅传播加州为选的自由派这个想法就贺锦丽是加州了说那个Watts 也是要搞成加州那样。那本来他们认为宾州州呢夏皮洛机会很高的所以川普的部分盟友如释重负，觉得夏皮洛来对川普影响比较大。但是呢，这个贺锦丽没挑他没挑他那所以当然有他的原因了因为他有一些这个好像被质疑的争议的地方那美国民调71%没有听过这个哇，虽然他是明尼苏达州的州长，但是一个州的州长还是地方，要有全国性知名度不容易那另外呢，这个川普的副手 Vance 呢？也没有什么全美国的知名度，所以两个副手都没有全国的知名度那另外呢，最近的新的调查这是这个市调公司叫做 Morning Consult 公布最新民调贺锦丽的支持度48比44，好感度48比46，所以最近好几个民调贺锦丽都超车那另外呢，在这个摇摆州的民调呢，在 Michigan、宾州、Arizona、Wisconsin。那还有这个 Georgia， 这个 North Carolina， 川普都是50%。那贺锦丽呢，在3个州50%， Michigan、宾州、Arizona 是50%，然后在 Wisconsin、Georgia、North Carolina 输一点点，1到3个百分点 ，Nevada 他赢这个2个百分点所以呢，这样加减差不多是平手了。我们看一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和副手华兹首度同台造势，为民主党2024选情注入能量和幽默。Oh, it is good to be back in Pennsylvania. 2星期内，60岁的华兹从名不见经传的中西部州长成为民主党明星。他曾经是高中老师和美式足球教练，也是猎人、退伍军人和枪支持有者。华兹有12年国会议员及2任州长资历。在把自己介绍给全美选民的这一天，他称职地扮演攻击手角色。《纽约时报》称他为快乐的战士。Violent crime was up under Donald Trump. That's not even counting the crimes he committed. He doesn't know the first thing about service. He doesn't have time for it because he's too busy serving himself. You know it, you feel it.
These guys are creepy and yes, just weird as hell. 作为明尼苏达州州长，他致力于保护堕胎权和同志权益。对于身体自主，他只有这个建议。Even if we wouldn't make the same choice for ourselves, there's a golden rule. Mind your own damn business. He's been one of the most far-left radicals in the entir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t any level. 尽管华兹在短期内迅速窜红，但还是有70%的美国民众不知道他是谁。贺锦丽团队在社群平台推出介绍华兹的短片，希望巩固中西部选票，争取劳工阶层支持。当然是了，他选择的华兹，当然就希望能够在中西部这个摇摆州里面能够获得比较高的一个胜率啊。不过，不管怎么样，你可以发现这个民主党换了贺锦丽之后呢，整个声势还有包括他们募款最重要的这个金额哦，都大幅度的这样的提高，也让过去来说，光是拜登跟这个 Trump 这样一个比较无聊的，大家觉得是大势已定的这样的选举，又激起了一段的火花，所以大家都说媒体是最高兴的。但是你说袜子到底是不是好？大家都说他是一个邻居的阿伯，而且他最近常用一个叫 weird， 就是非常的用 weird 这个字来这个反驳这个 Trump， 然后因为他是非常接地气，因为美国人常常就把他一直 so weird 这种字常常挂在嘴巴里面，所以以至于让他也是一下之间就是爆红。但是他是不是除了这个邻家的这样子的一个阿伯，还有包括州长，包括他是老师，所以说你可以发现，在这个所谓6·4之后呢，他被派到中国大陆去，所以说呢，他对于不断的积极的鼓吹这个民主，所以大家大胆的预测他应该是比较是有台的，但后续到底是怎么样还是不知道哦。不过有一个就是这个 Watts 他就必须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还有2个这个点哦，是大家不断在攻击的。一个当然就是他那个什么 Floyd， 就是那位的黑人，他被白人警察这样勒紧，然后以至于他最后的断气。这对于很多的少数民族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另外一个就是在 COVID-19 的时候，他的这个州啊是诈领这个 COVID-19 这个补助款是最高的其中之一。那光是这2个就会被 Trump 他们的这个阵营不断大力的来去攻击啊，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少数族裔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关键性的。因为 Kamala 他就是这个贺锦丽，他虽然是一个印度裔，但是你会知道你在加州待过，就是所有的印度裔其实族群都对他是非常反的啊。所以说他们对于少数族群的这个票源是否有没有办法这样做一个掌握，还有这个 Watts 就是刚刚所提到的，他这个所谓的知名度并不是那么高，那是否在最快的时间当中可以让大家更清楚？不过无论如何，你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是贺锦丽的出现，然后8月多，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观选团就要到民主党大会当中，他未来对于他的大家认为他最弱的这个所谓国际政策的一个定调到底是如何，还有目前的这个以哈战争，这个俄乌的战争，他到底要把美国带到哪一个方向去，这是大家观察的重点。但是无论如何，绝对比拜登带给大家的一个热度，还给大家多的一个期望值，还有对于媒体会炒热这一波，还有对全世界的地缘政治等等的影响，我想会是再一次的引爆全世界的观点了。大家好像原来认为是宾州州长夏皮洛哈，有可能哈，来这个叶律师宾州大学出身的，但是为什么没有挑到他？不知道为什么没挑到他啦，因为上次也大家有在谈说 Shapiro 好像州长才刚当嘛哈，所以可能会不会宾州这个可能会反弹。那我自己这样加减减看一看，我觉得现在其实说不定有一个机会哈，就是也许可能270票比268票，好，用这样非常些微的结果，最后可能是民主党胜选。好，那其实关键的票就是到底宾州是谁的，好，然后还有这 Wisconsin 是不是就转过来了？好，如果 Wisconsin 跟宾州转过来支持民主党，那这样子的话呢，基本上民主党就会胜选。另外一个变数是 Georgia 也有16张选举人票，现在双方的民调只差0.8。所以川普的领先非常的少。那 Pennsylvania 呢？宾州现在其实有19张选举人票，现在民主党是输1.6个百分点，所以其实差距也都非常小，所以看起来是有机会翻盘的啦。这个 Shapiro 哈，他的这个问题呢，应该是在他的在念大学的时候啊，30年前的一篇文章啊，他说他是以色列的军队的这个志愿者，然后大大的批评这个巴勒斯坦。好，这有关系。还有一个就是宾州大学的那个校长，还有哈佛的那个校长，他们不是在这个学生抗议以色列的这个行动中，他们不都相继就辞职了吗？啊，然后呢，这个 Shapiro 呢，他就在那一场的这个校园烧得很厉害的抗议行动中，他把这个反犹的人啊，跟这个3K 党关联在一起了，所以这个激起了很多的这个愤怒啊。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势之下，你要再继续选下去的话，他可能就会变成是
那个贺锦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数，会有很大的一个障碍。其实说实在的，其实副手在总统大选里面来讲，相对来说，其实本来没有什么太重要的啊。像这种赵康、赵先这种说超级的大力水手型的这个副总统，因为他的候选人啊，因为他的搭档，所以使得侯友宜。赵少康这一组的这个组合呢，票也来了，好，钱也来了，这个是非常的凤毛麟角，很罕见的了哈。所以贺锦丽呢，她在最后阶段挑选副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主要是负面删去法哈，就是说哪一个的这个副手的候选人呢，他的负面因素最少。然后呢，事实上呢，他所需要的加分，就像刚才这个叶律师给我们看的，因为呢，贺锦丽呢，他自己已经可以挑起这场大选，他跟川普呢，其实已经在伯仲之间了。然后副手加进来的时候呢，他们只要能够有1%。甚至于不到2%的那个选票的来往的话，他就大有机会胜选。所以现在靠一个温和的一个民主党的老白男去软化这些摇摆州的，你想吸引其实很难哦。但是只要有1%的人他在那边犹豫不决，能够把票挪移过来的话，去吸引这些。老白男，那这样的话，他们就有机会。而且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就在于是说，范斯呢，他不如原来的预期哈。本来呢，这个川普呢任命他呢，是希望提名他，是希望他能够吸引这个铁锈带的这些的选民嘛，去巩固的，结果没有。因为我们事实上呢，大家如果有去看过他写的那个乡巴佬的悲歌的话呢，就会知道说，他不是同情这群乡巴佬，他是。指责这个乡巴佬，认为说你们这些在铁锈带的人，你要对于你们的这个连串的这个失败，你们要为自己负责的。所以说他是有一个很复杂心理的，是一种自卑情绪下面的，又一种自大的那样子的一个心情哈。然后他所附随的都是这些白人的有钱人啊，可是袜子不一样，他是真真实实的。你看，他也没有念什么名牌大学，然后当了这个国民警卫军，当了24年，高中老师，然后橄榄球的这个教练，所以他是真实的有这种温和的形象，是在中西部，他会让这些的民众感觉到他们是自己人。是你们那种名牌大学的那个 Vance， 对了，我也看了那个电影的一部分，我没全部看完，基本上就是说，他意思是说我在这么穷困的州。我的父母这样子，对不对？我这么辛苦长大，我能够对不对当兵读Ohio State， 然后到耶鲁拿到博士，我才成功。对，那其他没有几个到耶鲁拿到博士啊，有几个能够到 Ohio 去得到学位啊？所以他比那些人，你跟我是不同类的人嘛，对不对？你高高在上，所以呢，我觉得最妙的是川普其实就是他吸引的选民的相反典型嘛，他就是东岸的富豪的精英嘛，对不对？然后一天到晚在说这些东岸的精英都是，这不是骂自己吗？对啊，休息一下再回来。住得安全，活得平安。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川普下个礼拜要接受马斯克的采访，所以大家也注意哇，这个会怎样啊？那么另外呢，现在奥会奥运中美为了这个禁药打仗因为美国一直说你们大陆这些人吃禁药，所以游泳才成绩那么好等等大陆就说你们是为你们的选手开脱，你们的这个田径选手类固醇呈阳性然后呢，你们视而不见来讲我们你们田径对不对？田径那些选手没有吃药吗？怎么爆发力那么快，冲得那么快很奇怪，那个成绩是人类的成绩吗？好，那么赛前这就是说他已经游了46秒5，但他隐藏起来，他叫人家先不播。他说这样的话呢，因为人家已经讲说人不可能游到这种速度嘛，这已经不是人了，对不对？那他如果大家知道他这么强，那不是更骂他吗？这叫中国飞鱼，美国有个飞鱼，中国有个飞鱼那这个他就20岁所以还可以再游一段时间，叫潘展乐他在这个
100公尺男子的自由赛决胜46秒40哈，打破他自己的世界纪录哈。那老美就很不服气啊，老美那个飞鱼也很不服气啊。那另外呢，这个奥运啊，这个中国拿了12面奖牌了啊，2面金牌了，其他可能不是金牌。那老美就很气哈。那中国因为中国的游泳队不是奥会这个队了，他的游泳队曾经有几十个人被检查出来就有阳性，所以呢，全世界在关注他们哈。那他们这个光中国代表队这几个人哈，就过去这段时间说被药检600次，600次怎么检了？哦，600次哈。那就是这样检。因为中国男子400公尺混接啊，什么蝶式啊，这个自由式啊、仰式啊、蛙式啊，拿金牌，所以英国的蛙王说，我对药检制度没信心。你们怎么检？他们怎么会过？他们反正现在拳击输了就说你是男的，这个游泳输了就是你吃药啊，反正都不服气，找个理由了哈。那另外呢，这个美国的飞鱼菲尔普斯说呢，只要被检查过1次，终身就要禁赛哦。那另外呢，这个中国已经因为他这个混泳哈，终结了美国连10次的霸业。过去连10都是美国得金牌，那次被中国得，所以他很气哈。国际奥会就说，大陆队今年已经接受600次的药检，你还要怎样？每天去检查。我之所以表现没有那么好，本来该拿金牌拿铜牌，就你一天检查我要检10次啊。我心里会不会受影响？你会不会受到你每天检查你，对不对？那他觉得他受到影响了啊。好，那么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大陆选手潘展乐在100米自由式中拿下金牌，打破世界纪录。巴黎奥运所有游泳赛事已经画下句点，美国队在最后2天急起直追，以8面金牌超过获得7金的澳洲，惊险保住游泳金牌第1大国的地位，但金牌数量创1988年以来新低。中国队则是排名第5，低于伦敦奥运5金以及东京奥运3金成绩，而唯2金牌都有20岁小将潘展乐的功劳，让他成为大陆新英雄。让对手会认为46秒8是我的极限，就算是一个烟雾弹吧。比赛结束，但禁药话题仍在延烧。英国蛙王比迪隔空讽刺：“如果你不能公平取胜，即使赢了也没有意义。”比迪虽未点名，但外界都认为是针对中国大陆。面对接二连三的批评，大陆网友力挺国家队，也反讽美国是紫薯队，指控选手赛后脸都变成紫色，才有用药疑虑。大陆反兴奋剂中心最新指控，点名美国田径新星奈顿兴奋剂检测阳性，抨击美国双重标准。新华社则公布了潘展乐的训练画面。游泳池里快速游动，岸上的教练看着荧幕，利用水底监测和分析系统，提高潘展乐的训练效率。在训练过程当中，发现他就是速度也好，耐力也好，有氧水平也好。潘展乐也透露自己独特的训练课表，说其实没有集中在速度训练，而是做很多有氧和耐力训练，强化最后冲刺时的划水和踢腿，向外界证明自己是真材实料。是运动竞赛强调的就是要公平竞争。那么其实有关于禁药的问题啊，这个只要是每一次有重要的运动比赛，都一定会掀起话题。那但是我认为说，禁药的问题还是属于体育的问题，不要跟政治又连在一起。我们所谓的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这中间还是有一条界限。可是看起来现在这个药检的问题，好像已经不是单纯属于体育这个竞赛里面的一个问题。它如果说又跟这个大国之间的竞争连在一起的时候，这就会引起很多的讨论。像大陆这次选手，他们被也检验600多次，平均每个选手都20几次，这样到底是不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检验的制度啊？那么如果说其他国家的选手，那也都是有类似都是同样的对待，那我觉得还没话可说。可是如果说他是已经超过了一般的平常的受到检验的话，那我认为其实就有很大的问题。话说回来啊，就是检验的这个组织，我们这边讲的反禁药组织啊，到底是哪些
国家，它基本上在反禁药组织里面啊是重要的支持者，还有主导或者说它里面的一些鉴定人，到底都是请了哪些国家的专家学者，这个部分其实未来都应该要更清楚的说明啊。那么不可否认的就是因为查出选手一旦被查出禁药，那么有这个禁药，那当然就会影响到他未来的运动生命。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认为说，检验是有必要的，但是检验权也不应该被滥用，否则的话，对于选手来讲也是很不公平的。那话再说回来，其实大陆有14亿的人口，要从中间找一些就是真的有天赋异禀的选手，也不是说不可能。再加上这些选手们如果说真的很努力、很认真，那得到好成绩又有什么不对呢？就像我们这次的台湾的选手王玉婷一样。他其实他就是很努力，对林玉婷很认真、很用功的选手，那他得了好的成绩，然后又被人家质疑他的性别的问题，这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所以看起来现在西方国家大概觉得说亚洲人，就是尤其华人在运动的表现，表现得越来越好，怎么可以还超越他们西方国家的运动选手？就开始有很多不同的攻击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批评这些选手，那我觉得是蛮遗憾的事。他们大概觉得你们亚洲人就是什么拳击啊、跆拳道啊、举重那些什么那些就拿来讲就好了。田径、游泳是我们西方的这个强项，怎么你们也开跑进来了啊？是，所以这个中国队呢，今年药检600次，网络一登有中国网民的爆炸，说这么对待我们。另外就是你怎么不去查直属讲美国队了？说美国游完泳以后脸都红红的，觉得很反正就输了嘛，脸都变红的。这直属队，那这叫双重标准哈，因为大陆质疑 USADA 对美国奥运选手开脱，就是你们这个美国的药检单位对美国开脱啊。那另外呢，这个国际的反禁药组织世界反禁药组织现在说。你们中美两国这边政治斗争把我们搞进来，我们检查我们的，怎么现在变成我们检查不公平呢？所以呢，这些国际的反禁药组织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完全是因为政治才把他们卷到这里面去那另外呢，在巴黎奥运的中国游泳队呢，如果得到更多奖牌，就会带来更多的质疑他们觉得中国人会游泳，中国怎么会游泳了？来，晚会。我想，就像刚刚翁委员提到，其实我想在这个中国这个人口这么多，要找到这个天赋异禀的这个运动员一定非常多那我要特别讲一下，这个美国的这个田径选手，其实在这一次的奥运之前也有被检出就是有这个禁药的反应。那当时是说是因为这个肉类污染的关系但是他在赛这个比赛当中呢我想就像大家当特别讨论到的就是这个药检基本上，我觉得对于奥委会来说，它应该是一个公正、公平、公开。我觉得这要让大家可以信服了光这个次数上的不相同，我觉得这已经失衡了就是会让人家不免就怀疑，就是说这里面有没有政治的角力在里面。我看到中国的这个反兴奋剂的这个中心有强烈的督促这个 USA 的这个 DA 要停止这样的一个人为的一个操作，跟甚至把它泛政治化的一个做法所以我想这个奥运是全球都非常关注的。我想这段时间大家都这个紧盯着这个电视那现在比赛渐渐都已经到了一个尾声了那相关的事情大家拿出来讨论，我觉得下一届在办的时候就希望这样的讨论，当然每一届都同样会在讨论这个禁药的部分但是我觉得像这次中国的选手被这个高度的这个很明显，这次数完全不平衡的状况之下，下次是不希望再发生。下次一定会发生，因为下次在 LA 举办的，对，那是在美国举办，这是在巴黎特别注意，欧洲还算是这夹在中间没有特别这样。美国呢，在我上面表演，我每天找你麻烦比赛。对，而且这个美国在这个世界这个反兴奋剂，我们称为 WADA， 因为 WADA 这个其实在台湾我们也有一个有它的附属，然后我们也都被要求也要提醒选手要定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检测。你知道我们就是因为台湾曾经发生过没有提醒选手去检测，让我们这些选手还不管他有没有验出来，就是没有去检测，他就被取消资格。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但是你要知道这个 WADA 最大的一个资金的提供者是谁？
当然就是美国，所以它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权跟这个发言权啊。不过这个中国大陆被检验了，平均30亿人被检验了21次，然后呢，美国是40个平均被检验4次，然后澳洲被平均被检验6次。我觉得这个比例上面的确是，不过我还是要说了，欧美跟中国大陆其实在过去的历史上面，他们其实被验出这个具有这个兴奋剂的反应里面，其实记录都不太好。所以有些时候你当然是说中国是被检验出这么多次，大家就有点觉得这个比例失衡，但是呢，但还是要看前2次、前几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记录。但是我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个WADA，如果说是美国是这么大的一个发语权，未来就像你说的，还在美国在举行的话，是否这样的一个机构会它的公信力会得到更大的一个所谓的被尊重？我觉得这个在3年、4年当中，一定要找出一个被符合大家幸福的一个方式了。而且这就是文化霸权，这就是歧视。其实很简单来讲，就这样。他必须要找出一个方式。今天如果说破了那个记录，这个潘展乐这太厉害了。他不但自己的这个100米的自由式破了这个记录，他们在这个400混合接力的时候，他最后一棒。他游出来，他真的是飞人啊！哈，就是说45.92秒而且呢，因为呢，在他那个最后一棒，他们前面的那个游蝶式的是落后了，所以他明显的就在最后这样子的超车。你就知道那个美国他们简直一整个呢傻眼了，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而且在他第一次破了这个世界纪录之后呢，澳洲有一位这个游泳教练啊，他就说我一辈子呢就训练了这么多人或什么，他那个根本不是人类可以游出来的，就是突破极限的。我就说相同的这样子的一个成绩，如果说不是黄种人，不是亚洲人，特别不是中国人的话，如果是在这个美国人、欧洲白人啊，或者是澳洲白人的话呢，他们觉得说哇，这个是天才型的选手或什么，这纯粹的就是一个文化霸权跟歧视。而且呢，我非常同意，就像赵先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呢，他没有解决的这个时刻，在4年后的洛杉矶奥运，它会更严重。对啊，所以这就是美国。那潘展乐他后来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他们400米拿到了这个冠军嘛，他们用他们的成绩来证明他们的能力哈。然后他说一开始的时候，那个美国的冠军或什么冠军看到他们根本连甩都不甩他们，而且还故意在练习的时候把那个水花呢溅到中国的教练身上，是多么瞧不起这些人！你看，我记得以前他们就自称专家的说，人类这100公尺不可能低于10秒，记不记得？对，人怎么可能10秒呢？现在这个牙买加的这个尤塞恩的，他的记录是9.572秒，打破10秒了，在前进。就是你不断人会进步嘛，各种方式啊、训练啊、营养啊等等啊，所以不要说不可能，什么人不可能，你做不到，不要说人不可能。而且还有一点我就不解，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药检没用，干嘛检600次呢？那既然检了600次，你就不相信他，那这些人去检那个，要检干什么东西呢？休息一下再回来。干扰啊。